成为新科世锦赛冠军的枪下魂，足以载入自己的人生史册。而赵心童更是凭借他那弹无虚发的准度，上演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视觉盛宴，一度让现场球迷无不为其感到叹为观止。一旁的黄衣小哥也只能坐在台下望洋兴叹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这场民间的决战之夜。其实黄衣小哥的开球并没有太大问题，唯独右侧露出了一杆长台进攻。不过好在比赛刚开始，这种漏球无伤大雅。可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，正是自己的粗心大意，却将迎来新科冠军的惨痛打脸。超远长台精准制导，母球则跨越长达4米的拳台之后，稳稳校位到绿球手摆位。这精彩绝伦的一杆连打带 K， 彻底征服了休息区的观众，使其默默地收起手机欣赏比赛。因为在他们看来，无论台面上的球形有多么烂，赵心童也能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。也正是从此刻开始，一场大饱眼福的杆法教学就此拉开帷幕。真的是毫不手软。本以为赵心童会先将台面上散落的红球全部收下后，再去进行 K 球，谁曾想手法硬朗的他却直接向死而生。球队在此刻被轰炸的4分5裂，原本一盘死棋的局面也瞬间变得豁然开朗。不过此时的赵心童依旧不能松懈，因为想要在这种局面下完成一杆制胜，考验的不仅是选手的球技水准，处理球的思路才是重中之重。任何差池都有可能导致满盘皆输，所以哪怕身怀绝技，也不能放松警惕。不得不说，从开始的上手到现在行云流水的进攻，赵心童一直保持着水准的状态。母球所到之处即是心之所想，杆手摆位弹无虚发。反观休息区的黄衣小哥却愁云惨淡，一脸茫然的同时还与旁边的好友共同讨论，心想明明是2人的博弈，不料却成为了单人的独秀，真的是老奶奶爬楼梯不服都不行。而屏幕前的彦祖们可要知道，本场视频的素材就是来自于黄衣小哥给出的标题，则表示与赵公子打球非常轻松，开个球就能老老实实的坐在台下欣赏比赛。这也导致他遭遇了部分球迷的反击，直言道这根本不算是和赵心童打球，只能说是陪练。针对这杀人诛心的肺腑之言，屏幕前的彦祖们究竟有何看法呢？众所周知，赵心童一直都是中国斯诺克军团的未来之星。虽然在前2年懵懂无知，被欲望蒙蔽了双眼，导致最终惨遭世台联禁赛1年8个月，但他那犀利的球风以及谦逊的品格，依旧让所有球迷期待他回归赛场。或许也正是出于自己对斯诺克的热爱和球迷们的期望，他在今年的4月份凭借一己之力拿下世锦赛的门票，更是一路过关斩将的闯进世锦赛决赛，甚至在5月份成功登顶克鲁斯堡，一举击破丁俊晖所创下的世锦赛最好成绩纪录。如此火热的状态让他迎来了泼天的富贵。这震撼台坛的壮举，不仅是赵心童迎来巅峰的宣告，更是成为了中国斯诺克军团中最伟大的荣耀。细心的球迷已经发现，此时的黄衣小哥没有丝毫的挣扎之势，而是果断地拿出手机记录一下这足以载入自己人生史册的失败。或许在他看来，本就打不赢新科冠军，无谓的挣扎还不如静静地欣赏这一刻。先来看一下赵心童这杆极度细腻的控球。66。这杆教位堪称是教科书般的操作，不多也不少。篮球没有打进，但是本局比赛还并没有结束。看一下这个中带，漂亮！有运气的加持让赵心童瞬间信心倍增。本期我们来回顾下今年的世锦赛。赵心童的表现到底有多强？漂亮，直接长台的组合球上手，刚好左侧的黑球还可以拼长台。
目前散落的5颗红球，至少有3颗是可以来叫黑球。9。如果这颗打进的话，右上方这颗左侧的底袋应该也有下球，所以后面的 K 球用黑球来 K 也是比较合理。60. 70. 赵欣彤这杆走位少了，力度不够，但是好在顶带还有一个备选的方案，角度比较直，看一下准度怎么样。25. 红球的角度向上，只能打进红球。通过蓝球来调整一个炸球的线路。其实上一杆的 K 球风险还是挺高的，粉球如果没有 K 的，或者是 K 到球队的左侧，容易造成白球摔带。33. 球队 K 的非常散，但是运气并没有站在赵欣彤这边，完美的避开了所有的进攻线路。赵欣彤望着台面也是一脸的无奈。没有办法了，无从下手的球形，只能被迫来做一下防守。赵欣彤 38. 其实，在本次比赛开始之前，很多外国球迷对赵欣彤其实并不太看好。他的对手杰克琼斯是上一届的亚军，他们2个人的最近一次交手是在2022年的威尔士公开赛，当时杰克琼斯4比3赢下了赵欣彤。去年的世锦赛爆冷局还是挺多的，琼斯在决赛输给了囧哥，获得亚军之后，让他的排名瞬间提升了很多。本次比赛，赵欣彤是首次以业余的选手身份参赛，他其中在2022年的世锦赛他是打进了16强，但是在第2轮是输给了马奎尔。琼斯打后了，这杆防守也成了本局比赛的转折点。我们来看一下回放，其实琼斯已经打得非常准了，就是差了一点点，稍微后了。虽然是带口球，但赵欣彤还是打出了一点西库的效果，导致没有叫到粉球。上方还有一颗篮球，相信凭借赵欣彤的准度，这颗篮球打进的话，应该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。有些意外，竟然没有打进，注意力都放在了白球的控制上了。但是好在有运气加持，这就很无解了。琼斯都已经准备起身，但是这杆运气球太及时了。6. 想不到红球没有打进，或许是上一杆篮球晕带后，让赵欣彤的心态有一定放松。1. ，Jack Jones 1. 赵欣彤重新获得上手机会，此时距离超分已经不远了。8. 50. 22.
29. $36. $43. 最后一颗红球选择单叫，稍稍走多了一点。不过赵欣彤是左手，刚好是顺手位，趴下去还能打。50. 现在如果想要清台，难点就是咖啡球走位底裤下方的篮球，至少需要2库以上，而且进球面比较小，对白球控制要求是极高的。57. 59. 62. 66. 71. 77. 赵欣彤被超3分不认输，用极限准度嗨翻全场。漂亮，远台打进成功上手，而且母球带着走位直接叫到黑球底带，可是距离远，角度大，而且母球的位置也不理想。没有问题。为了能为翻盘做好准备，小球堆必须处理。可惜的是，母球并没有贴死黑球，至少左边这颗还能做防守。很遗憾，一杆翻带的打带防漏了能拼的远台。其实琼斯也没想到，即便是赵欣彤再怎么准，也不可能每杆都进。而且这个角度，母球的线路也很难控。但努力在天赋的面前，往往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漂亮！官网给出数据，左边底带赵欣彤远台9进8，这豪华的速度估计打着灯笼也很难找。而且运气始终都站在强者这边，这杆黑球界停简直妙不可言。眼下台面没有难点，吃分很容易，可是被超的3分还要预留红球做一杆斯诺克。8. 9. 17. 黑球打进，台面红球只剩一颗。都知道赵欣彤火力无敌，防守端却不堪一击，而且红球这个位置很难造成有效杀伤。小心冲，没有问题，这个效果还能接受，至少没漏下球点，否则接下来也不会发生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彩一幕。琼斯这杆大意了，虽然扎杆解到，可是这个位置绝对是做斯诺克的天赐良机。
好球，轻推一杆，简单又实用。真是离谱，这个难度竟然没解到，直接被罚4分，超分优势瞬间瓦解。然而更要命的是，母球还意外摔带，再附赠手摆位。此时台面没有难点，只要一杆轻抬就能超1分局杀。One. Eight.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赵心童要拿下比赛时，意外的一幕还是悄然降临赛场。10. 13. 真是匪夷所思，手摆位的简单球竟然没打进。此刻，全球亿万球迷顿时淹没了弹幕区。虽然赵心童最终10比4打掉了世界前16，但是这局史诗级的逆转就这样被残忍扼杀。说句实话，赢得再漂亮都略显遗憾。屏幕前的兄弟们觉得呢？